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上班第一天，老板看了看我说：“车不错。”经理赶紧过来拉住我：“你懂不懂规矩？老板才开奥迪A6，你开A8，怎么来咱们公司上班不让开8呀？你开8，老板的面子往哪放？你赶紧给换了。”第二天，我给公司老板换了一辆A8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把车钥匙交给老板的时候，他的表情是惊喜的、意外的、猝不及防的。你是那个王涛是吧？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老板，我叫邱瑞啊，小邱。咱们公司呢，是一家很人性化的公司，同时呢，也是制度很严格的公司。真不用整这一套。说完，他还欣喜地整理了一下发型。老刘，你去把员工都叫过来，先开个会。会上，老板严厉地批评了我这种溜须拍马、行贿受贿、讨好领导的行为，但念在我是初犯，口头教育就可以了，其他员工万万不可以模仿。说完就把车钥匙揣进了裤兜里，以后在公司好好干。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汤喝。谢谢老板，汤最有营养了，哈哈哈！这王涛真会说话，我看好你。老板，我叫邱瑞。对，小邱，嘿嘿。老板一边走着，一边在裤兜里摆弄着钥匙。从后方来看，他这个动作非常不雅观。更不雅观的是他被警察叔叔按在桌子上的狼狈样子。不是，这车真不是我偷的，你们弄错了。你先别说话，失主马上就到了。不是，这车是别人送给我的。谁送给你的？老板食指指向我，我也用食指指向我。啊！警察叔叔看我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一巴掌拍在老板头上，还他妈鞭！他能开得起吧？王涛，你他妈哪里弄来的车？你老实和警察说。办公室里鸦雀无声。王涛，你他妈说话呀！我看老板瞪我瞪得很，又用食指指了一下我自己。啊，你呀，你大爷啊！你说话哦。对不起老板，我叫邱瑞。谁他妈问你叫啥了？我问你车哪来的。这时候失主也到了。邱瑞，今天你废了，等这事弄清楚，你看我不弄死你！爸爸，你叫我爷爷都没用。我爸一脚踹在老板的屁股上，你他妈占谁便宜呢？踹完了老板，他用恶狠狠的目光看向我，你把我车偷了。对呀，你偷我车干什么？送给老板呢。老板挣扎着，你们看吧，是他偷的吧？和我没关系吧？警察松开他后，他2步冲过来，抓住我的衣领。小犊子，你害我，和我没关系呀。是刘经理让我这么干的啊！老板看向老刘，老刘一愣，啊，你呀，你妈个头你呀！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公司不许说呀这个字。不是，我让邱瑞换辆车，我也没让他偷啊，我没钱怎么给老板换车？谁他妈让你给老板换车了？我没钱也没法给自己换车呀！够了！老板一拍桌子，邱瑞，你现在就领着你这个莫名其妙的爹给老子滚！你让谁滚呢？我爸发话了，我让你。邱总，怎么是你呀？老板应该是四川人，变脸那叫一个快。车丢了，警察让我来的。哎呀，您看，这不是误会了吗？老板握着我爸的手使劲摇，都是这个小处变不惊，仪表堂堂的小帅哥开的一个小玩笑。你给我老实点！我爸骂了我一句，拿起车钥匙就离开了。老板回头看我，打也不是，骂也不是。你爸是邱景龙啊？对呀，那你为什么来我们公司上班啊？我爸不让我在家待着，让我找个班上。那行吧，你去干活吧。我现在在的这家公司是一家网络科技公司，主要负责给各个大集团建站的。老板姓黄，
就刚刚收我车的那一个。我爸的公司是黄老板公司最大的客户。3天后，经理宣布了一条公司新制度。最近公司业务有点多，下班时间从晚上6点延迟到了晚上9点，没有加班费，但是可以把时间攒着，不忙的时候一起休息。据说我们公司好像还没有不忙的时候。公司员工一片哀鸿遍野，但也只敢小声嘟囔，没人反驳什么。我看了看表，6点整，拿起包我就往公司门外走。哎，我刚才说话你没听着呀？老刘叫住我。听着了呀，听着了你还走？你也没说不让走啊？不他妈告诉你了，下班时间延迟到9点了吗？我也没打卡呀，也没下班啊。经理喝了口茶水，把嘴里的沫子吐了吐，看样子他是准备和我好好掰扯掰扯。老刘，让他走！办公室里传来了老板的怒吼。我对着老刘挑衅一笑，大踏步的离开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又回来了。老刘看着我大包小裹的，有点懵。闹哪样啊你这是？我指了指手表，快7点了都，该吃饭了。吃饭你怎么不去食堂啊？这么多兄弟姐妹都没吃呢，我怎么可能吃独食？说完就没再搭理他，然后从电梯里抬出来10箱啤酒。你这他妈又干啥呀？你吃烤串不配啤酒啊？老板从办公室里出来，闻着满屋子的猪腰子味儿，有点迷糊。你干啥？请大家吃饭啊？办公室是吃饭的地方吗？我饿了，我要吃。天王老子也他妈不能在办公室吃，那我给我爸打电话，偶尔吃一次也行。其实那天晚上，所有的同事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，吃着香喷喷的烤串，喝着冒着沫子的啤酒。黄老板刚开始还摆了个臭脸，后来实在没忍住，太他妈香了，最后也加入了撸串的队伍。好好的一个加班赶工，硬生生让我变成了公司团建。这一晚上喝吐了好几个，有人吐了我就让刘经理去收拾，他不收拾我就给我爸打电话。人呐，一旦满足了2个条件，就会非常嗨。人多有酒，本来应该用来开大会的音响搬了出来，放起了 DJ， 没喝多能动弹的都在尽情的摇摆。隔壁公司都懵了，怎么科技公司不干了，改夜店了？这是黄老板也喝得有点上头，右手迷迷糊糊的往旁边一扶，扶了个空，直接摔在了地上，大门牙都磕活动了。老刘赶紧去扶。哎，小吴呢？小吴就是黄老板的秘书，叫吴秀秀，大高个，年轻漂亮，身材好，还温柔。正被我拉着跳野狼 disco 呢，你他妈！老刘想过来和我说几句，黄老板把他拉住，摆摆手，借他了。随后又悻悻地摇摇头，他妈不和他爹一样的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公司多了个传统，只要一加班，我就请大家吃饭。当然啦，我也理解同事，我也理解公司，没有故意找茬的意思。我都是变着花儿请的，烤肉、火锅、日料、海鲜，不能总吃烤串啊，那也太腻了。半个月之后，不管是黄老板还是刘经理，都不提加班这茬了。刘经理偷偷来找我，小邱啊，和你商量个事。刘经理，你说。我把嘴里的辣条咽下去，把手里元神停下来，把放在办公桌上的脚拿下来，再把袜子和拖鞋穿上。那个，从你来公司第1天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这个人是个人才。谢谢刘经理。但是呢，咱们公司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实在是资金有限，没办法给你更高的薪资待遇。你在我们这里太屈才了。这段话他说的声情并茂，直巴搭嘴啊，就差当场给我哭一个。你看，隔壁也是一家科技公司，业务和咱们公司差不多，但是他家薪资待遇好啊。要不
你去他家大展宏图呢？我抽出一张面巾纸擦了擦嘴，不用了，刘经理，我真感觉咱们公司挺好的，年轻人试试呗，尝试一下也没有坏处。不瞒你说，刘经理，我之前就在隔壁公司上班，就是他们介绍我来咱们公司的。我发现咱们公司确实好，和刘经理谈崩了之后，我也能看出来，他们确实是想让我走，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让我走也得我主动的，不然和我爸那边不好交代。公司多养了我这个闲人，成本就高了。就老黄那个标准的资本家嘴脸，肯定得想办法把这一块成本在员工身上省出来。大会上，老黄又宣布了一项公司制度，现在公司开始实行末位淘汰制了，每个月开除一个绩效最差的员工。第2个月又开会更改了这个政策，因为他们发现绩效最差的是我，而我又是那个不能被开除的人，这项政策等同于屁。刘经理当场改成了淘汰倒数第1和倒数第2名，在大会上就让黄老板给否了。我肯定还是倒第1，没有把倒第2开除了，还留着倒第1的说法。经过2个人长达2个小时的密谋之后，他俩统一了意见，开除倒数第2和倒数第32名员工。有员工问老板为什么倒数第1不开除，老板说了，我们是一家有温度的公司，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名员工，哪怕他是倒数第1名，我们要给这样的员工时间，让他慢慢进步，因为他的进步空间是最大的。我听了很感动，带头鼓掌。月末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是并列倒数第1，绩效满分100，他们都是0，我以绩效6分的高额成绩成为了全公司第1名。这1个月，所有的人都没有干活，老刘和黄老板摸着脑瓜子，总感觉哪里不对，但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。我又以一己之力废除了公司的末位淘汰制。老板，不，老板，不行。老板办公室里传来了小吴的挣扎声。人家毕竟是老板，又在自己的办公室，做什么东西都是人家自己的事儿，我这个外人确实不好掺和。然后我就推门进了屋，就看见黄老板拿起小吴的手往自己的脸上摸，他看我进来也有点懵，小吴更是满脸通红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我就在门外听小吴叫得挺着急的，一直喊老板不行，老板不行了，我以为你死了呢。老板听完脸都绿了。我没事，你出去吧。没事。你那是干啥呢？我指着他拉住小吴的手，他把手松开。小吴趁着这个机会赶紧跑出了老板的办公室。我那个有点发烧了，小吴非要帮我摸摸。发烧了呀？那我帮你摸摸呗。不用。他赶紧站起身来。另外，你要注意你的平翘舌，让人家听见误会了不好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东北人，平翘舌不分。我尴尬地搓手。那你出去吧，我一会还有个视频会议。好，你看片吧。看什么片？我录个视频。行，你录吧。你说是啥就是啥。出了老板办公室，我想去天台抽根烟，没想到的是，我听到了小吴打电话的声音。我没想故意听人家说话，就是我们公司在26楼，也没有个吸烟室，下楼抽烟挺费劲的，要不我回老板办公室抽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这边都挺好的，我月末就把钱打回去，老爸欠的钱早点还上。他边走边下天台，天台的门是向内推的，他这一下差点把我嘴上的香烟塞喉咙里。对不起，他赶紧拍着我的后背，我也说不出来什么话，只能一边咳嗽一边摆手。他看我没有大碍，
用蚊子一般大的声音说了句：“谢谢你。”谢我啥呀？谢我没被你对死，没让你摊上人命官司。他笑了笑，没说什么，离开了。小吴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也听了几耳朵。他爸爸应该是欠了债，需要他帮忙分担家里的压力。这个黄老板确实有对他动手动脚，但为了这份工作，他也只能忍了。哎，可怜的丫头！我抽完烟回公司的时候，路过老板的办公室。小吴啊，今天晚上陪我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你穿得漂亮点哦。然后你先把酒店的房间订了，订2间，给我订1间，你自己订1间。估计今天晚上会忙到很晚，咱俩应该都回不去了。哦，好。凌晨1点多，黄老板不知道拿着哪里来的房卡，刷开了小吴的房间，也没开灯，晃晃悠悠地进了屋，3下5除2的把衣服脱干净，蹑手蹑脚地上了小吴房间的床。呀，这床上怎么有人啊？一定是我走错房间了。他嘴上说着走错房间了，手上可没停下，一直在被窝里摸索着、探求着、寻找着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一脚把他踹到了床下面。嘿嘿，还挺有劲，我喜欢有劲的，刺激。老板，先别刺激了，你咋进来了呢？我说着话，开了灯，看见是我。老板那个状态怎么说呢？两股战战，机遇先走啊！跑到门口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就穿了个裤衩子，赶忙又折返回来，颤抖着双手穿裤子。老板呐，你咋来进来的呀？走错了。随后又反应过来，不对呀，怎么是你？小吴呢？这都几点了，你咋好意思让人小姑娘加班到这么晚呢？我让她先回家了，我没啥事，我陪你。他指着我的鼻子点了半天，愣是没说出一句话。老板，你有啥吩咐没？没有的话，那老板你上床睡觉吧。老板穿了一半的裤子停了下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就这1间房，咱俩睡。我不是让小吴订了2间房吗？是，人家小吴不是女的吗？肯定得订2间，咱俩都是大老爷们，睡一起能咋地？我就让小吴把那间房退了再开啊，开不了，整个酒店都住满了。今天星期5，开房人多。老板抽着烟，看着天花板，也不知道想着什么。他也不上床，就在椅子上坐着，不知道他是思考人生呢，还是思考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呢。老板，你不困呢？我打着哈欠，你睡吧，我不困。他低下头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又把目光看向我。那双深邃的眼眸里有什么呢？有些愤怒，有些悲凉，有些悔恨，有些浓浓的杀气。老板，我看你眼神不对呢。砰！他猛地一拍桌子，就像你这么干，我气能顺得了吗？对，就是现在这个心情，保持住。老板有点懵。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起来。你现在是不是胸中有口怨气？老板点点头。是不是胸口有杀气？老板点点头。是不是想找个途径发泄一下？老板点点头。哈哈，得亏我有先见之明。我把一侧墙的屏风搬开。老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老板嘴里的香烟掉到地上。这他妈是啥呀？当当当当，电竞房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就知道你今天晚上睡不着，刚好我也不困。老板，咱俩双排呀！我垂实贼溜。刚开始老板不和我玩，我说你不玩我就给我爸打电话。他终于登上了他的游戏账号，我俩从半夜1点多干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多，双排包下，输他妈1天1宿。老板的电竞热血也成功被我点燃了，说好了赢一把就走，最后我俩败给了现实，打了一把大乱斗。随着我的到来，公司的业绩越来越差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和我有关系吗？不能啊，
老板决定裁员，也不能说裁员，而是让员工主动离职。现在这社会经济情况大家都知道，这么突然失业了，还是不太好找工作的。而且公司逼员工主动离职，就是不想给赔偿。很多员工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我站在公司大门口，借着夕阳的余晖，金光闪闪，像一个战神。各位，你们要了解老板的苦衷，体谅公司的不容易，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，也不要埋怨黄总了。黄总听了我的话，点了点头，感觉我说的对。而且各位都是人才，到哪里都能找到工作。现在公司状态不好，业绩不景气，正是需要我们壮士断腕的时候。对对对，小邱说的对。老板鼓着掌站到我身边。我爸刚开了一家公司，需要不少的技术人员，文员、前台、秘书也需要，想应聘的来找我，工资双倍。对对对，小邱说的对，都去找他。他妈的什么玩意！我这一句话说出来，不仅被劝退的员工喜笑颜开，好多没在辞退名单上的骨干员工也蠢蠢欲动。小邱，你他妈跑我这来挖人来了？您这话说的，我不也是给家人们谋福利吗？再说了，我肯定和您是一条心。今天我就给您表个态，不管谁走，我都不走。老板眼前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不仅没劝退成功，还给好几个人加了工资，才避免公司的骨干员工集体离职。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：“祖宗啊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上辈子挖你家祖坟了，还是怎么着？你放过我吧！”老板，您这话说的，您祖上是盗墓的吗？南派还是北派呀？大哥，你走吧，你再不走，我这公司可开不下去了。想开点，您吉人自有天谴。好好好，你不走，我走行了吧？老板气得拍桌子：“别呀，老板您走了，谁带领我们公司走向辉煌啊？爱他妈谁谁！这总经理老子干不了了。哦，我想试试。”他一把抓住我的衣服领子：“是，你敢试，我也不介意。”当着他的面坐到了他的老板椅上。小吴，给我泡杯茶。我喝着茶水，看着火冒三丈的金老板。小吴，给我捏捏肩。小吴愣了一下，真的在老板要杀人的眼神里帮我放松着肩膀。他指着小吴，随后又指向我：“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怪不得都想当老板，这老板真得劲啊！”我说着话，在小吴的大腿上轻轻一拍。这一次把老板气得3天没看到人影。很快，公司里开始有人传我和小吴的闲话，说小吴就是个荡妇，老板对他那么好，他还吃里扒外的。他和我走得近，是因为看上了我家的家产，所以就想勾引我，想做邱家的少奶奶。而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在外面花天酒地的不说，来这家公司就是为了泡妹子。我听着也没太在意，但还是调查出来了，最开始说这话的是老板的一个远房亲戚。老板当着我的面把小吴叫进了办公室。很快，里面就传来的老板的怒骂声和小吴的哭泣声。这点工作都干不好，成天脑子里就他妈合计怎么勾引男人了是吧？你他妈的一天天裙子穿这么短，勾引谁呢？骚货！你要是爱穿，就再穿短点，对，领口也再大点，把你那对奶子露出来，更方便勾引人。我听着老板办公室里的污言秽语，手里飞速旋转的水性笔被我狠狠折断，一脚踹开办公室的门。老板和小吴撕扯在一起，小吴的领口和裙底都被撕开了。这畜生，这时候还没忘占人便宜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别以为你爸是咱们公司客户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哦，对不起，老板。这句话说完，我没有出去，
而是一拳轰在他的下巴上。原本就有些活动的门牙，随着我拳风飘落在地，他踉跄着退后好几步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扒了你？你他妈说啥？他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出去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怕了你？我冷笑一声，一记又一记重拳轰在他的脸上，打得老黄连连求饶。我怕了，我怕了，怕了行不行？别打了。我扯着他的衣领来到一个女人面前，正是老黄的远方亲戚。道歉啊？那女人愣了愣，给吴秀秀道歉。她没有说话。我一拳砸在老黄的后脑，差点给他砸晕了过去。道歉，又是一拳。道歉，道歉，道歉！你他妈快道歉啊！那娘们给吴秀秀赔礼道歉之后，我拉着小吴的手，大踏步地走出了公司门，背后是老黄色厉内荏的怒吼声：你他妈给老子等着！你爸那个客户，老子不伺候能怎么着？明天你别给老子来上班。我第二天确实没去，但是第三天去了。看着老黄鼻青脸肿的样子，我一脸媚笑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老板，不是您昨天给我放假的吗？放屁！我是说，从今以后你都不用来公司了，居家办公啊。办个屁啊！白拿钱啊！老黄把烟头掐灭。昨天我已经和你爸说好了，不做他的生意了。小崽子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治不了你啊？我故作害怕。老板，其实我今天回来主要是想和你见一面。前天我确实冲动了，今天我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恶心你。我大笑着离开了他的办公室，留下他一个人捶胸顿足。把小吴安排进我爸的公司之后，小吴很局促。我总感觉这样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咱们俩关系没有那么好，承你这么大的恩情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有什么过意不去的？真不好意思，嫁给我就是了。他的脸红到了脖子根，不再调戏他。我去完成老爸交给我的其他任务，这一忙就忙到了半夜。路上我开着我的A8，哼着小曲，很是快活。前边一辆 A6画着 S 型，毫无意外地撞上了我的车。车里先是下来两个光头大汉，后排下来的正是黄总。黄总扶着的是一个醉醺醺的女人。老黄先是骂了一句，然后盯着我的车牌，在之后就是狂喜。他骂骂咧咧地把我从车里拽出来，一辆 SUV 也跟着停下，又下来几个光头，凶神恶煞。小崽子，老天有眼啊，你也有落在我手里的时候。我看了看他身边光头，他们是我哥们。哦，哪个庙里的哥们？还他妈耍嘴皮子，干他！他们5、6个人向我扑来。错了吗？错了，以后见着我怎么办？我躲着走。我看着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光头，还有跪在地上吐血的老黄，突然之间有点心疼他。他是有帮手，可他没看见我后面也跟着2辆车，不是？今天刚好是我爸的新公司开业，我领着员工出去团建一下，就碰上了这事。我转身准备走，等等，老黄开了口，我能问一下吗？你爸一直是做农副产品的，为什么突然想开一家保镖公司啊？拓展业务。说完，我看向那名醉得不行，扶车才能站稳的女子，不知道又是哪个良家被老黄灌醉了，准备行不轨之事。我在老黄愤恨的目光中把那女人横抱上车，她还想说什么，被我瞪了一眼，嘴边的脏话硬生生地咽回肚里。哎，你家在哪呀？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你说句话。那女人醉得不行不行的，我只能找家宾馆，让她去宾馆里休息。开好了房间，我准备离开。后来一想，老黄那个孙子保不齐会跟着我，我不在的话，这女人怕是还得挨欺负。我把大床房又换成了电竞房。那一晚，女人在床上睡觉，
我坐在一边玩我的英雄联盟，可我玩着玩着，那女人自顾自地开始脱衣服。哎，大姐，你别脱衣服啊！看着她脱得只剩个小吊带，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团火在烧。这女人前凸后翘，大屁股大胸的，确实有个好身材，但我这种正人君子怎么会在她醉酒的时候占她便宜？我只能把所有的心思放在英雄联盟上。不得不说，心中无女人，操作自然神。这一宿，我不知道拿了多少个五杀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女人醒了过来，愣愣地看着我。我顶着我的熊猫眼，你醒了？你是？她把被褥拉起来，挡住那团丰满。昨天你喝多了，有人要欺负你，我看不过，把他打了，然后问你家在哪，你也没反应，只能把你送宾馆来。他摸了摸被褥里面，也不知道摸些什么，但他摸完了之后，好像确实有点相信了我说的话。既然你醒酒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他按了几下手机，发现没电了，只能尴尬地点点头。好，我开着被撞碎了保险杠的篱笆，哼着小曲，来到了一片别墅区。谢谢你，我到家了，要不要进屋坐坐？不用，那我走了。走吧，你进屋我就上车。我看着他在包包里翻找着钥匙，但是没有找到，而后又按响了门铃。不一会，门里出来个男人，正是老黄。老黄看见我，不顾自己穿着的三角裤衩，一把薅住我的衣领。你他妈对他做了什么啊？你妈的，你别和老子啊啊的！我问你做了什么？他和你是？她是我老婆。我也很尴尬，这是弄的。不是，我真不知道她是你媳妇，我就以为是一个被你灌醉的女员工呢。女员工？什么女员工？那女人听到我的话也来了精神。老黄哭了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太他妈欺负人了！你刷我的饭碗，砸我的工作，抢我的情人，还睡我的老婆，没有天理了呀！说实话，看一个大男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地上撒泼打滚，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。你说什么呢？谁和谁睡了？女人也是急了眼。老黄爬起来，盯着我的眼睛：你干了吗？干了呀！他啪的一下，只不过这个耳光抽在了自己的脸上。不是，我干了一宿英雄联盟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。他又看向女人：你说他干了什么？撸啊撸啊，没天理了！他一巴掌一巴掌地抽自己，我赶紧去拦：不至于，没多大个事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和你说，我昨天单排上了大分，这么一看还是你菜，我有游戏记录的，我可以给你看，我真没睡你媳妇。老黄哭着喊着进了屋，拿出了电话，当着我的面给我爸打电话：老邱啊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，你儿子睡我媳妇啊，什么意思？那我得管你叫爸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没听懂呢？回到了家，我爸把我从头到尾好一顿骂，尽管我已经和他解释得非常清楚了，他还是骂我多管闲事，骂我和陌生的女人开房，整个公司都能听到我爸的咆哮声。我气哄哄地出了门，就看见小吴红着眼睛在前台坐着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问他，他也不回答我，而是反问我：你只是想和我玩玩是不是？这一句话可真把我问不会了。你也玩英雄联盟？他哭着跑了出去，我赶紧追。你当初那句我要是真不好意思就嫁给你，是你开玩笑的对不对？哦，在这等着我呢。原来是吃醋了呀！我猛地一个俯身，抓起了他的胳膊，双臂用力高抬过头顶，又用单手按着他的手腕。他全身颤抖着，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说你喜欢我？他愣了。快说，你喜欢我？他的脸红红的，像熟透的苹果。我喜欢你。
我低头吻上了他的唇。你不会以为我表现得傻呵呵的，就真的傻呵呵的吧？说完这句话，我把他的手放开，拨通了我爸的电话。爸，我要结婚了，我想结婚了，你有儿媳妇了。半年后，我和小吴举办了婚礼。晚上我俩躺在大床上，他在我的怀里呢喃着，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做梦一样？我又亲了他的脸蛋一口。是啊，像做梦一样，这个梦我做了好久，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。什么意思？其实我原来是在老黄公司的隔壁上班，在那上班的时候，我知道了这个可怜的女孩总是被老黄揩油，因为经济压力又不敢辞职。每次我去天台抽烟的时候，她都会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，很无奈，很无助，受了委屈又不能让家里知道，很是让人心疼。于是我从隔壁的公司辞职了，去到了老黄的公司，目的就是给他的公司找麻烦，替吴秀秀出气。当然啦，能追求到秀秀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。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？我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接着说，咱俩也结婚了，也就不分你我了。过几天我就给我岳父打点钱，把当年做生意欠的钱先还上，然后把二老从东北接到咱们这来。二老年纪也大了，应该好好享享福。你怎么对我家的事了解得这么清楚？他瞪着大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非常可爱。你还是没认出来我呀？我伸手从床头柜拿出来一个小盒子，打开之后是一条项链，项链的吊坠是一片小雪花，晶莹剔透。他看着雪花出了神，我知道这回他应该想起来了。下面是本期番外：秋景龙篇。你他妈成天吊儿郎当的，能不能好好在公司管业务？老爹啊，我管业务可以，但你能不能不总给我安排相亲啊？你娘没得早，你不早点结婚生孩子，你还想干什么？赶紧给邱家留个后。邱瑞皱着眉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结婚也得找一个我自己能相中的。邱景龙气得直砸桌子，那你还不快去找，赶紧找啊！找不到你花不了老子的一分钱。隔天，邱瑞入职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。吴秀秀篇。吴秀秀看着眼前的雪花项链，脑子里慢慢浮现出来一个笨拙小男孩的身影，那是他家邻居的孩子，比他小2岁。你看这雪好不好看？小男孩擦了擦鼻涕，好看，可惜就是留不住，到手里就化了。那我以后送你一个不会画的雪花好不好？说话算话。吴秀秀的眼睛亮了起来。那我真送给你的话，姐姐嫁给我好不好？没等小男孩送她雪花，两家人就都搬离了那个小镇，说是都到外地做生意去了。小男孩一家人怎么样，吴秀秀不知道，但是吴秀秀的爸爸因为经营不善，赔了好多钱，母亲也因为常年着急郁闷，身体很差。而吴秀秀早早地出了家门打工赚钱，当年小男孩的承诺早被他抛在了脑后。老黄篇。媳妇啊，我求你了，你告诉我，你俩到底睡没睡？你先和我说说，你和女员工是怎么回事？真没事，都是王涛那小子瞎说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